来了！好了，朋友们，我们的2024柏林马拉松第2天的 recap run 正式开始。I feature 主角，我是没有准备任何的想要说的话题，就反正我们说到哪儿算哪儿哈。然后我尽量的表现得像一个艺人一样，就是比如说，我们今天从哪儿开始？来，你起个头。从哪儿开始？对，你昨天吗 ？recap 吗？对 recap。哎，我们先说点整体跑的怎么样吧，然后再倒叙吧。没有，我们既然走到这儿了 ，Brandenburg，我们就要先聊一聊你昨天跑到这儿的时候，你的感觉是怎么样？当时已经不想再从中间穿，然后去拍照了。去年我不是还从中间穿吗？我还去摆造型吗？对。我今年直接从左边进来，我就只跑了左边。对。因为我就想节省可能3-5秒的时间吧。哦，feature 一下，今天这位同学给我们导航啊。对。他是我们的 navigation guy 啊。从我的角度来分析，就是你今年的到最后就不像去年那么的游刃有余，可以这么理解吗？可以，今年确实后半程不如去年跑的好。但你跑完，所以我为什么不是那么的，就是高兴？我就觉得没有那么完美。就这样讲吧，去年那个成绩跑出来，我是很惊喜的开心。对。这次跑出来是我就是说预期的 OK， 比预期整整慢了8分钟。没有，比预期可能慢了个30秒到1分钟吧。哎，对，我觉得这个，就因为你知道我一般定目标还是比较精准。去年我是没有想过255，就想过可能256左右，但跑出255，那我是非常惊喜的开心。这次我是预计可能是在252左右，但跑出是253，因为我定的目标给大家说的是253，因为我想的就是253。给大家说，大家是你的观众吗？没有，就跟朋友们问到我，其实也没有说我藏着掖着，我说的目标一般还是比较就是实际的嘛。就可能我说我前后大概可能30秒，想的就是说25230到25330嘛。那我最后跑出来是25354，所以就慢了30秒到1分钟嘛。还是可以的，基本上还是完成了你指哪儿打哪儿的这么一个传统目标哈。差不多吧，还是比较了解自己的训练。我现在已经越来越不了解你的训练了。但最后确实，最后那2公里我没有去年冲刺那么快，可能也是因为就是去年不是有那个 pacer 带我嘛。对。今年没有，然后今年包说了 pacer， 那今年没有 pacer， 让我拿那个水什么，其实浪费了一些时间。对，说到水，真的柏林的这个水真的是太难拿了，它全是那种特别硬的纸杯子。到最后是最硬的，不是纸杯子，就是那种塑料杯子。对。然后而且最后你到水站的时候，巨难进去。然后路上全是那种硬纸杯子，你很容易就踩到。最早它那个杯子其实是那种软塑料杯，哦，最早是捏一下。对，我不知道你可能最后没有喝水，但我全程没有喝它的水。最后我喝的是那种白色的那种塑料，你知道，就是不透明的，那种硬的，然后就很麻烦。对，反正就每次进水站我就很怕，就是踩到那些水杯嘛。对，我觉得踩到你水杯，那你崴了脚，就是其他朋友也跟我讲过，他们去年去跑步的时候就踩到水杯就崴脚了嘛。对，所以就得不偿失嘛，就想着一定要小心点。包括我喝水，我也不敢就是说像以前在其他比赛，你可以就不看路的喝，你还得看路然后再喝。对，反正今年我经过水站的时候，我都是尽量稍微降速。是啊，就是损失个5秒左右吧，至少。对，降速这样的保证不要崴脚，毕竟我有伦敦的这个痛苦的经验。然后还有，我觉得就是人真的很多，人比去年。我感觉比去年多，主要我感觉前面跑不开，可能是快的人来的更多了。是，你想咱们跑，你跑前面肯定更，因为你比我快。没有，咱俩几乎差不多。
就可能前面我们几乎是差不多，可能后面拉了点距离，都差不多。我后面也稍微掉了那么一丁点。像我们那个速度，我觉得就看的人都很多，就像我们平时在跑赛道，可能330那种拥挤，315那种拥挤吧。对，就是挺多的。就柏林这个赛道真的是很，快的人来的非常的多。就250到255这个左右的这个人实在是太多，就像昨天我看了一下名次哈，就比如说你跑的最后是253、54，对吧？然后你是2888名。真的吗？对，所有人就包括男生。那男子很多，因为我女子我看的是100多名女子。对，女子嘛。但我的意思就是说，这个比赛整体的这个水平包括男女，你像你2532000多名，2888名。这个太夸张了，太吓人了！就现在，人类跑者的这个整体水平上升的有点，就让人觉得很夸张的地步了。怪不得我挤不进，就是前面根本跑不开。就我跟你讲，我记得很清楚，我2017年的芝加哥，我当时跑了258，我那时候还是400多名，就也是大满贯，而且芝加哥算是很快的赛道。对。2017年的258是400多名，你现在你258你能排到几千名去了？但说实话，你觉得柏林这个赛道好跑吗？你昨天，我觉得就是可能是因为我昨天没有跑的，就是想象那么完美，我就觉得其实也没有说我想象中那么好跑，就跟芝加哥差不多。现在想的。我觉得是这样的，柏林这个赛道对于我们这些天天在纽约中央公园练的人来说，稍微有点平了点。对，因为我觉得我上坡其实感觉是更舒服一点。但是你要非得说这个赛道，我觉得赛道是没得好说的，确实是出成绩的赛道。是最快的吗？你觉得？就咱们都跑了这么多了。我觉得它跟芝加哥伯仲之间，因为芝加哥相对来讲，我觉得天气没有它这么稳定。芝加哥有的时候会巨冷，有的时候会很热，虽然这2年还好。那就看你。2周之后，其实这边景色还不错，对面是那个中央车站。去年跑了这个。去年我们没有到这边，我们直接就过河了。但我去年是在哪儿看的天鹅呢？就是差不多就是这个河。好吧。我现在，今天早上我跟 Max 吃了早餐，我现在，所以我现在肚子稍微有点不舒服。你知道的，我一般是3小时之内都不能吃任何东西，所以我比赛日的早上是绝对不吃东西的。我是怎么着呢？我一般都是提前，比如说比赛是7点一刻开始的话，那我就是提前4个小时，3点一刻开始。柏林的话是9点一刻比赛，我就是4点一刻，5点一刻起来，喝 Mountain 的那个水，320的那个水。真的，你说那个水，我还没喝那个水。喝完了之后，我觉得 Mountain 它有一点不好，就是 Mountain 它是没有电解质的。对。然后你会发现，昨天很多人抽筋儿。你说到这儿，我真的是想说，我昨天跑，我就是说，我觉得差点啥，跟去年。对。后来我想了一下，去年我不是吃了那个 CIS 的胶吗？对 ，CIS 有电解质的。对，然后我想拿水来着，那个水它其实也没有电解质，因为它是 Mountain 的水。对 ，Mountain 都是没有电解质的。对，所以我现在想起来，昨天我说我不是腿有点疼吗？可能是那个原因。这边可能我们说话有点吵，我们等。对，我们先过去，一会儿再说。好，我们可以继续了。因为刚才前面有一段，大家现在可以听到的还是很吵，他们在修那个桥。对，说那个电解质，确实，大家一定要带一些电解质的胶。我这次就是我这个人是属于比较那种一根筋的人。对。然后我是因为我要吃什么东西或者我要用什么，我一定就是说一定要用那个东西。但我 CIS 那个胶现在已经脱产了。对。所以我现在就很久没有吃过 CIS 的胶，然后我又不太敢尝试新的，所以这次就只吃了茅台胶。现在想想应该多带一个吧。这个懂德语的可以看一下这个叫什么名字啊？感觉是一个船。对，一个小的
小码头。那你昨天一根药没吃，一个水没喝？我就是 long run 的节奏嘛，因为我就带了一个400毫升的 Molten 饮料。那你在赛道上续一点它的？我是完全没有，我每到一个水站，我反而就是能够超一些人。虽然说我降速了，但是毕竟大家都去拿水了，而我是就直接通过嘛。我就走中间，所以我全程的。你走中间，你为啥不走边边？边边其实位置少。两边都有那个人去拿水，不挡大家。就反正我昨天的配速是比较稳的，就是几乎是全程 steady pace。昨天我还在跟唐讲，就是我也在犹豫这种方法是不是适合拿来当浪浪，就是 peak 浪浪这种。因为我们训练的话，还是尽量能有一个速度的区分，前面慢一点，然后中间跑一段 MP， 然后最后再慢下来。但相对来讲，你比赛的话，就比如说你拿柏林这个比赛，或者像他之前是拿悉尼当做 tune up， 或者是最后一个浪 run， 你很难说真的一开始慢下来，然后再去加。很难，对，我就很难。你可能上来你就速度一下就被带起来了，带起来之后你就想着说，我维持这个速度，只是说我稍微慢一点，不是跑自己的 go pace。是。但我昨天真的我有，前10迈吧，就前16公里，我有无数次想说，今天要不要就今天了，就是 go for it， 因为我心率很低嘛。我如果把它顶到160的话，可能。出个成绩，对，就可能出个成绩，但是就是人嘛，就是还是要 stick to plan。我有很多次临时改变计划，结果都很不好，所以我最后还是决定维持我原来的计划。就是我刚刚以为你要说，我跑了16公里，想我今天就跑个让不跑完。哦，那倒不至于，那倒不至于。这50周年，咱们肯定来都来了，肯定是要完成的。对，我觉得还挺好，主要是我觉得得到了和当地的这些 local 跑者交流的机会。对，我觉得这个机会很难得，你可以了解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背景之下的在柏林这边的跑者，他们得到的服务。啊，德国人的自行车是会撞人的，你要小心一点。那我们在边上。哦，好。德国人很rude的。哦，谢谢提醒，谢谢提醒。跑这边吧，跑外边。对，就我们了解到，阿迪达斯它在，比如说柏林这边的跑者社区的生根，我觉得是真的很好。对，你比如说1周4次活动，然后你每次活动都有积分，积分到了一定程度，你就可以去，参加比赛。对，比赛有一些 VIP 的帐篷服务，还有比如说，你到了那个，比如说你积到100分，他就会送你一个衣服啊什么之类的。我这些是咱们可以学习的东西啊，就比如说咱们新风现在不是也是搞各种积分嘛，我们也可以积分到一定程度，咱就给人发东西啊，对吧？当然这种是建立在我们已经形成了一个，比如说会员制，大家有经费的基础上，可以给大家发一些奖励大家出勤的这些礼物什么之类的。incentive。对，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另外还有一点就，这个我们可能在纽约这个地方，纽约实际上跑团以及各种各样的品牌的服务实在是太多了，还是跟这边也不太一样。这边可能去沿河边吗？这些我们上场就直接过这个桥，然后再到50吗？对，好像是这个意思。现在已经1.5迈了。风景不错呀。哦，对，我们可以在这儿照个相。来吧。暂停一下，在这儿照个相。那可以啊。在这儿合个影。来。很棒。昨天路上有一些给我加油的人，但我都忘记了他们叫什么名字。路上确实有不少那个德国当地的还有一个跑者跑着的时候给我录了一段，他说他私信我，他是上来就是爱跑步的一粒糖，加油！哎，你想有他说他还
跟你拍了。我路上有好几个人拍过，就这个还蛮有意思的。还是 ID 太短了。对我 ID 短就山小月，或者其实大家比较熟悉的就叫我小月了。那个这位同学就是很难、很难，就是一般都是经常。不，我知道，但是我们会调侃你。好了，我视频也就截就好了。来吧，继续。刚才聊到那个德国当地的 running community， 对，就美国，尤其纽约相对来说太多的这些 running community 了，所以现在其实耐克其实算是做的并不是那么好的，也不是说不好，就是没有大家做的。你像 Lululemon 现在在纽约真的做的非常的好 ，No Name 那个，对 No Name 那个真的，而且我从上次他们组织那个 Harlem Hill 的那个跑步活动，我就可以看得出来，非常的 organized， 就不像耐克那天我们跑坡那天，就 Catskill 那天，巨混乱。但是第一次嘛，但是 No Name 他们那个就组织的非常有序，大家排成一排，然后每个人到点了之后往那个山上冲，然后在山上呢，你有一个人专门在那儿拦着，不让大家 cross over， 然后你不能挡着其他的跑步的人。像耐克那天就让我们耐克跑了，其他人不准跑了那种感觉。他人有耐克多吗？比耐克多，比耐克多了。就我那天一看，天哪，就感觉有300-400人都在Harlem Hill 上跑他们坡。总共也只到了400个人，每一个项目都是400个人。对对对，现在就是纽约现在也是各个品牌在争跑者。Bandit也是400人。争跑者。OK， 可以再讲回柏林马拉松了。对，柏林马拉松继续。啊，就2个跑者。都跑完了，复盘的。打了个招呼，就跑者之间还是有这个联系的。昨天在赛道上其实见到很多人。对，见到了很多。就是都是呼喊爱跑步的一粒糖加油的。这有一些就是美国过来的，对，就是线上人士，比如子阳啊，对，然后还有一些国内来的朋友。咱们这位同学非常的关心子阳。好，我们继续刚才那段卡掉啊，然后继续讲柏林马拉松。对，然后你讲一讲，我们其实刚才一直集中的是比较后半段。前半段吗？前半段你刚开始之后，一直到那个中半程吧，然后讲完这一段之后，我们再讲一讲你这个周期整个的训练。好的。这个我觉得还是蛮重要，很多人喜欢听训练。前半场其实就挺顺的，没有什么，就是按着我其实做了一个那个配速表、配速代码、配速的。对。我在马博会做的，但呢，它是每5公里才有，它不是1公里或者是1个 mile 这样给我。对。我就每5公里看一次。其实我到前半程一直都是比目标配速它是快了，其实有一点点余地的。对。然后所以跑的也还可以，但不知道是为什么，就是这样说一下，我昨天跑着跑着那个鞋就开始有点啪嗒啪嗒的声音。你先说你穿的什么鞋？我穿耐克的那个 Alpha Fly 3，然后是奥运配色吗？奥运配色，就是我其实，过去吗？可以穿。等一下，等这个车走了对吧？然后你说你那个鞋，啪啪啪中间。对，我就整个人就很不高兴，就很担心，主要是也不叫不高兴吧，很担心，因为我怕，你想万一你跑到比赛当中，你的那个鞋垫掉了。哦，对。就是它，你知道就是穿鞋嘛，它会用嘴巴打开那种感觉。哦，嘴巴打开那种感觉。然后我就很怕它是不是出现了就是裂缝了。OK。我确实也没检查，但是我测试过那个鞋。就是我测试的时候是 OK 的，没有问题。我还跑了，就是马配跑了10公里，咱们一起跑的呀。对。然后我跑了，我觉得当时就是跑完我才有信心决定 OK， 那我就穿这个鞋。OK。因为我当时跑的是405的配速。对。然后昨天这个一路它就出现了好几次，
就是因为它是感觉提起来的时候，它那个下面有东西，所以我在想，我提起来下面有东西，是我踩到了一个胶呢，还是那个鞋要掉了？所以我就不敢太在右脚，是右边，只有右边才有，所以我就不太敢在右边再。这双 Alpha Fly 3你穿了多久？穿了多少次？跑过 Long Run 吗？我没跑，就跑那个训练，就是跟耐克的那个马配的，大概前后加在一起有，10英里至少得有。才10英里你就把它穿上了马拉松赛，你看大家发现没有？咱们这位这么老的马拉松选手，仍然会出现这样的，是这样子的，因为我也不能出现错误吧，就是出现这样的新手行为。是这样子的，因为 Alpha 3我其实穿过好几双了。对，我明白，我明白。周期都是那个鞋。但是无论你是不是一个系列的鞋，最好还是要 break out。然后我可能就没有，我就怕穿太多它就不弹了。啊。所以我就想，我就留着来这儿。你看你这个所谓的不弹原理，就真的是，我现在穿的鞋，比赛鞋基本上都是，可能穿了几百迈的我都可以继续去 race。你的鞋好？没有，现在的这些鞋都是照着 durability 非常高的。耐克那个也就200英里。啊，可能耐克是一个，但毕竟我穿的是国产鞋嘛，对吧？所以，我主要是就是测试了这一款和那个李宁的，最后决定了，他说赛前1周才决定说穿这个。可以。反正就是跑的途中就有一点这个小插曲吧，然后让我右脚就不太想太使劲儿，万一这个鞋真的掉了，那我就没辙了。对，你看我还挺喜欢这种小铁桥的，对，这种铁桥的感觉，然后上面最好还来点涂鸦，就各种特色。它有啊，比较少的。所以鞋的问题，对，然后继续讲。然后昨天还犯了一个错误，就可能也是早上就感觉出门吧，就是我只擦了那个叫啥脚的凡士林 ，OK， 就是我擦的袜子里边吧，但是我没有擦我的身体 ，OK， 就比较磨，对，就是我的裤子，就我没擦凡士林，然后就有点，因为天气比较热嘛。对，因为天气太热了，就是也不叫天气太热，就是太阳出汗，然后它就会比较磨。所以我当时其实感觉到有点疼，所以整个昨天其实我会感觉到就是腿有点，反正不是自己最佳状态。不是最佳状态，因为我会觉得腿稍微有点疼，因为其实我很少在赛中出现腿有点疼，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那个电解质缺失有关系。对，以后反正来跑柏林的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但我昨天补给跟往常稍微有点不一样，就反正我的补给方案大概是赛前15分钟才确定吃的坏了，就是吃的第一个 BCA 的胶。我感觉我没有走错，没关系，可以再上去。第一个 BCA 的胶，然后完了过后这适合你，这可以去玩一下。我这个鞋进去就有沙了。没关系啊，小孩都是。我们好像没有到河边呢。那就是河边啊。哦。然后。胶的策略说完了。还没说完呢，我 BCA， 然后8公里吃那个茅台。就大概是个30分钟到30分钟吧，30分钟到35分钟左右。对。然后15公里的时候再吃那个第2个 BCA， 我总共吃了3个 BCA， 然后茅台数不清了，因为我最后还在那个27公里拿了2个，虽然最后还剩了2个在身上，因为剩的是白胶。这要说到我那个白胶，去年我其实也是拿了2个白胶，但我刚吃了一半肚子就不舒服，因为它有咖啡因。我这个人是平时咖啡喝很多，对，但是咖啡续命的。对，但是我到比赛我是不会喝咖啡因的，因为我的肠胃虽然比山芋小 A 的好一点，但其实我对咖啡因比较敏感。明白。所以我就一般不会在比赛那天喝咖啡，或者是吃任何带咖啡因的胶。我去年呢尝试了一下白胶，因为它打鸡血嘛，然后我在赛中吃的时候就一吃就不舒服，我就扔给山芋小月了。然后
今年呢，我其实也带了，就是万一呢，我就觉得是不是肠胃好一点啊，可以在最后那5公里吃一个打鸡血，冲一下。结果还没等到，我就又像去年一样，就是肚子有点不舒服。对，到最后，然后我也不敢吃，所以才在那个27公里就拿了2根黑椒，就想说得带着。而且柏林这个只有一个胶的补给点，所以如果大家要来跑柏林，就记住，对，柏林27公里就得拿，只有27.5公里有一个胶的点，就反正多拿几个，就是带着是比较好的。对，胶的补给讲完了，就柏林这个还挺抠门的，反正，而且它的水站也是隔5公里才有一个。它水站也不给你递，你还得去拿自己。对，它那个杯子也没办法递，它那杯子太重，是那种很实的塑料杯。这河边景色确实不错。OK， 训练吧，说说你这个周期的训练吧。这周期，因为你这个周期，我觉得练的也是够长的。还行吧，比去年柏林长一点。这个周期练了16周，实打实的16周。OK。去年的柏林为什么跑25？我说还有个惊喜的原因，是因为我就没有练很长的周期，我练了总共13到14周吧。然后我说还有2周是没用的。所以去年跑出来那个成绩确实，是很满意，超额完成。对，然后今年就想说，实打实的练一个16周，想看看柏林能出现什么样的奇迹。对。但我觉得比赛嘛，就是有不确定才是马拉松的一部分，就像小编经常讲的。对。就是你训练肯定必须得做好。但还有一些其他因素，你赛场的发挥，你当天的状态，你当天的状态不见得就是说你在训练当中最好的状态，你有可能训练有一次跑特别好，那可能那天是你最好的，对，在那unfortunately不在比赛而且包括补给啊，有一些这些都是要自己去模拟和练习的。像那就说我的训练吧，我这次的训练，前面1个月主要就是我自己练，因为后面我就开始跟耐克练了嘛，要带耐克的一些跑者速度训练和长距离。对，前面基本上是相当于一个打基础，我还是我的框架大概是每周保证2到3个强度课。OK。然后2到3个强度课会包括一个短的距离的，就是短的操场啊，或者是短间歇这种，或者是我最喜欢的法克莱克。哎，录一下小狗。然后还有一个强度课可能就是节奏跑，我最不喜欢的节奏跑和我最喜欢的法克莱克。然后有的时候再加一个强度课就是长距离里面带一点速度的那种，就穿插吧，不见得每一个星期3个，有可能2个，有可能3个，看我当时的状态。然后平均的那个里程，其实我看了一下，没有就是去年夏天或者是以及今年上半年那么多，我就大概平均在每周是在个100公里吧，这样子。然后到后半程可能会多一点，最高达到了140几公里，就是91米这样子。然后后半程开始跟耐克一起训练，其实我就没办法在长距离里面加速度，所以我长距离后来就全部换成是高有氧。因为我 pace 他们的话，高有氧大概是一个410，是410吧，410、411。对，410左右的配，对，410每公里。对，然后英里的话大概是在一个650到710当中变换吧。所以我觉得对我来讲，我还挺喜欢的，因为我以前有一个周期也是练的是高有氧，我们又到了一个死胡同。上去吧，我们可以上去了。
CT walk。CT。啊，接着讲。昨天我跟 Max 才叫 City Walk， 我们俩走了6公里。哎呀，这个感觉就很德国，很居民区。对，那昨天我跟 Max 还当时说呢，为什么我们来柏林之后感觉像不像以前国内？我们为什么感觉这边的建筑都非常的肃穆？先是这边回去了吗？可以，你可以，对的，回去就这样。这个像不像国内想更远可以往那儿走。对，昨天 Max 我们说的就是，为什么这边的建筑都感觉非常的肃穆、非常严肃，就是因为这边其实是东德。哦。以前那个苏联那一块的东西。民主。对，可以这么说。民主国还是联邦德国？你们都明天走吗？我今天下午走，我还待2天。然后就跟耐克过后，我可以把每一周讲一下吗？你可以啊，无所谓。啊，就周一的话，就还是力量训练加一个轻松跑，就下去。然后周二就是跟耐克一起跑，速度有的时候是短的，有的时候是长的，看每一个星期不一样。然后周三我就是一个中长距离的一般，对，大概跑个75到100分钟不等吧，就看当时的情况。然后周四我一般也是力量训练和轻松跑。对。周五的话，因为我周六现在是跟耐克过后，我周五也没有办法跑太多，所以我周五也会轻松跑。周四如果那一天状态比较好，我会再加一个短的，就是速度训练，比如法特莱克或者是操场的那种，就这样子就可以把2个强度，如果要3个强度的话，就是周二、周四，然后周六，然后周六就是跟耐克跑完，周日我再会跑一个轻松跑。所以我其实基本是每天没有休息的。就是我也讨论过要不要休息这个问题，但其实因为为了把里程慢慢的加上去的话，这我就把轻松跑加进去，就是比较安全的做法吧，对于我来讲，所以还是身体比较能 handle 的这个状态。然后这次练下来，其实怎样讲呢？我觉得那种高有氧其实练的还挺多的，就是跑那种我觉得完全是没有问题，包括在悉尼跑的那些我觉得非常轻松。但我觉得稍微可能差了一点是，我其实跑马拉松配速那种长距离我跑的比较少，所以我其实心里也没有说完全很有底能跑一个4:05的那种全马吧，因为4:05对应其实是2:52左右。对对对。因为我虽然跑过一些，但最多可能也就跑了一个10K 到10K 到16K 吧，最多，没有像我以前，你知道我以前最喜欢跑的那些长达27K。对，就是可能这一块稍微欠缺了一点，就是因为我周末要集体一起跑，就没办法加入自己的东西。对，这也是我比较担心的。我这个训练的问题也是跟耐克练的比较多嘛，所以你很难真的练到自己的马拉松配速。包括我这几次，包括比赛，我也是跑到 long run pace。我这个周期马拉松专项训练很少，所以有的时候就是我自己在带学生，所以我就跟学员有的时候就会征求他们的意见，就是看你是想跟大家一起跑，就是跟大家一起跑确实是氛围好，就跟大家一起跑，把那种跑一个高有氧。对，如果假设我有学员，他会来问我，他想要长距离跟耐克，还是他长距离就是自己跑那种 workout， 我就会说，如果他要跟着耐克跑，那我肯定会把他的速度就是调快一点，所以他就不会就是像他平时那样 easy 了拉个长距离就行了。那我必须得把他这个当做他的一个 workout 这样来。如果他要自己，因为你自己跑，其实
就是会难一点嘛。你自己跑的话，我就会让他在周日跑，这样他就更多的时间在前面休息。所以我就是2套方案。那讲讲你的吧，讲完我的了。我的训练没有任何价值，都是垃圾卖。我就是因为我已经是老油条了嘛，跑了这么多年，所以大量的垃圾卖。好，还有一点我想说就是，你继续说。昨天，就你知道我其实大多数情况，就我训练我是不看心率的。对。就是我知道很多朋友其实对这个也很关心，就是看心率啊，或者是，我就想说是每一个人其实很不一样，他的身体。包括我昨天，我其实跑的时候，我觉得还挺努力的跑完，因为我完全没看心率嘛，就最开始起跑的时候看了一下，大概是150多，没有起跑，不知道为什么是170，可能是我当时穿太多了，所以它就很热，我就是起跑出去，那后来慢慢就降到可能150几啊，160，但我后来跑完才看它那个手表的数据是全程平均160，对，所以就如果就是对其他很多人来讲，160可能不算是一个我觉得跑马的一个平均速度吧，就是跑马很多都是会推到165以上，我觉得，所以我就想说，就是每个人他那个心率他反应的努力程度其实是不一样的，对对，就也不要完全就是只看这个心率这一个数据，就你要结合多个数据来看你的训练，才会比较好。我们讲一般这种东西都是相对性，所以你要讲自己的相对的心率和相对的速度是怎么匹配的。对，你不能跟别人比，别人跑马165，你也165，这不能比。因为还有些朋友他起跑可能，昨天我们也有一个朋友吃饭聊到，他说他平均心率是180还是多少，而且他也不觉得累，所以就是这不是一个绝对的数值。对 Milo 嘛，巴黎的 Milo， 他平常的训练就完完全全只有强度。我觉得是参照心率可以，就是强度课的时候你可以就是参照一下。他只有强度，他没有那种慢跑，所以他自然而然的他的心率就是那种偏高的，所以他比赛的时候他就能 handle 这180的心率。因为我昨天跑的时候一直在想说，因为我这儿嘛经常跑，就是我还可以再跑10迈，对，再跑10迈，所以我身边很多朋友就说我经常跑马都没有努力，需要跑一个就是跑完脚都走不动路的那种，很难，我觉得很难。所以我昨天就一直在想，我要不要在最后就全力冲刺，跑一个我觉得跑完让我没法走路的，但后来其实冲刺了过后还是觉得冲不起来。对的，没必要。这样我们今天才能复盘。是，你就算是冲了，你睡一觉起来照样能继续跑啊。但我左边大脚趾，我感觉有点疼，感觉可能是就是冲撞。为什么是大脚趾呢？那你不会是大脚趾吗？你一般是什么脚趾？因为我的落地是前掌外脚，所以我小脚趾。我不会疼啊，就是习惯了已经。真的吗？昨天跟霍利讲，你也是大脚趾坏了是吧？对，我现在我不是昨天那个左脚发力吗？3个脚趾都废了。那我可能也是因为我不想右脚太那个嘛，我不是说我怕右边的鞋子掉了嘛，我就左脚。你是哪个指甲黑的？左边大脚趾吧，我感觉。我那个我穿阿法，你也是吗？是两边的脚的那个无名指。看，我跟你讲，这俩就是我是左边大脚趾，这俩就是迷信耐克的。我跟你讲，穿那个不能说品牌啊，穿某品牌这个，他们去年的比赛的鞋就不会有这个事儿，而且他们俩去年都是跑出了自己没有期待的一个成绩，都非常好。今年就是双双没有达到自己的期待。我们那个鞋已经不谈了，是吧？
很漂亮。哦，不过确实那个鞋，他们的新的一代没有他们旧的一代好，我觉得。对呀，我是呀。然后我们可以从那个公园进去吧。对对对。这边好像就是这样。今天莫名其妙的被我们的导航同学带多了。去年我们俩只跑了3点多。对，昨天穿阿尔法跑最后10公里。哎，那个很漂亮，那个是啥呀？特别想抽我自己耳光，我说我当时应该多听一个大的话，别穿那个鞋。结果穿了个。没有，我无所谓的，就是我觉得这东西还是自己心里很重要。这可能是那个人家是带枪的守卫。要进公园吗？行了，我们这训练也说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其实今天这总结也就差不多了，我觉得。可以，反正 PB 了，就像赛前说的 ，PB 1秒都是 PB。因为我的经验没有任何借鉴意义，所以我就不说了。还是高兴的，有个交代。对。因为不会有人像我一样拿50届的柏林马拉松的完美天气作为自己的 long run 来跑。但是说实话，稍微有点晒。哦，有点晒。我们去年没那么晒的，去年温度高一些，但是没这么晒。去年心率163，高了3点。哦，这个好漂亮。去年也是从这儿去。我其实我觉得我昨天已经很用力了。那你我447，就是你不能完全看心率，因为心率这个东西它是怎么回事呢？它是觉得心脏觉得你的肌肉需要这么多氧气，需要这么多能量的时候，它就得泵血泵出来这么多，然后去输送它。但比如说你要是整个的你的这个腿的状态非常的疲惫的话，心脏就觉得它不需要这么多，所以它就只运送了一部分的能量，一部分的氧气到你的一部分肌肉，然后你的心率就很低。但是正因为它运输出来的少，导致它募集的肌肉就少，你等于说你就要用这更少的肌肉去做原来需要同样的事情那么多的事情，所以你这一部分肌肉就会很累。所以呢，这就是我其实很费劲儿，我这部分肌肉可能恢复不过来，到芝加哥马拉松之前。那怎么得了？那芝加哥你要怎么跑？我赢了，没有退路了。那你也是不吃胶吗？我还是自己带水，自己带胶。哦不带胶，就是我自己带一个电解质水。然后全程就跑这个。是这个方向吗？哦，不知道。我们听导航的。也可以回他们的酒店那下面。可以去那个胜利女神那个。也可以回他们酒店那个方向。就是那个什么日期大道。反正那就走。昨天跑的那个是吧？就是最宽的那条。哦，那就是最宽的。那就是昨天那个吧。可能是我也不知道你说昨天那个是哪个。昨天咱们起跑的那个。yes。有 Victory Column。这儿，英国的跑者对柏林很熟。只是研究地图了。然后刚才那个德语他也是非常流利的就说了出来。别。虽然我们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小时候学的。哇，那你这是童子功。学了。那我们可以跑一下。学了之后就没用。哎，你看，刚好封路的被我们绕过来。小心啊，有车了。哦，这个方向不会有车的，这个方向堵着的。好帅这路。我们还跑一下。朋友们，昨天我们就是从这儿跑过去的。这回也是很高兴跟 Holly 一块跑了2次步。我们之前在朝阳公园跑过一次，他带我跑那个小怪兽。你还是要 pitch 一下，人家还没准备要去纽约呢。是，对，随缘嘛。我觉得一切都得看自己，千金难买自己愿意。但是我也没有退，说不准。来。那你可以来我们那边活动。最好跟光哥一个航班，然后我就一起接了。那我再多准备一个气球啊。
Ollie 是严肃跑者。什么 ？Ollie 是严肃的跑者。对，我想成为严肃跑者。你就是严肃跑者。曾经一段时间，严肃这个词儿也不让说了。他都是早上4、5点。好，跟你那个。我觉得这种我更多的是一种工作关系各种原因。我现在都已经变成 midnight runner 了。midnight runner 是阿迪的吧？不是 midnight runner，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我们去年是从这儿回去的。是。对对对。midnight runner 它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很大的。之前那个孙超然你知道吗？我知道。他就是 midnight runner 的一个挺核心的这么一个跑者。当然他现在已经完完全变成了 parkrun runner。你看他跟他老婆，他能专门就为了去跑一个苏格兰的 parkrun， 头天去那个苏格兰住，然后第二天跑一个 parkrun。那你说这里面都是炸的。关键我这真的是不怎么剪。像这期视频肯定是把视频跟手表的数据一同步，就直接发了。视频跟手表怎么说？就是现在，以前大家用那个 Garmin 有一个软件叫做叫什么 Verb Edit， 那个软件19年之后就不更新了，然后现在新出来了一个来自哪个国家的老外，他开发了一个软件叫 Telemetry， 就是黑影最常用的那个就是 Telemetry， 把所有的那些跑步的数据都给加上去。对，现在连天气都有了。对，什么都可以加。然后你甚至你想加一些他没有的，你就跟那个开发者发邮件，就说啊，我想加这个，你能怎么操作？然后开发者就会，他要么帮你加，或者他告诉你可以怎么加。就是这就有点就是开源性质。当然，但是他那个软件是卖钱的，大概139美金终身的。去年是我们也跑了这一段，然后有那个喷水的。不过 by the way， 你现在用的这款机器不能说名字啊，它直接可以加数据的。就在它的那个手机软件上就有那个，你就连接上你的，不管是高驰啊或者 Garmin 这些数据，直接就加到你的视频里头了。哦，是吧？有点飘。去年跑到这儿，然后还有喷水的出来，你记得吗？对，我记得。今年感觉有点冷清了，稍微。谁来着？对，去年我跟你讲人很多的，今年我不知道，今年可能太冷了。反正我因为我住中央车站，我从昨天下午到晚上我就看到已经很多人走掉了。是不是要去那个啤酒节？啊，啤酒节肯定会有一大波人去。你是官方的吗？你是走官方的？官方的酒店的？哦，不是，我们是自己订的。官方便宜啊！啤酒节也有官方？不是，我说那个这儿的官方。这儿的啊。哦，你说这个错了。对，我们走的是官方的。官方是便宜点，所以官方很便宜。小红书要看我不能说了，要去看我的总结，我写的。卡掉，刚刚那个。我可能卡不掉，他给我禁流，我就禁流了。对，他经常跟我说我的视频是违规推广，就包括上一期，我就在中央公园录了个 CBDC 的跑步，我连话都没说，他给我限流了，他说我违规推广。推广纽约的跑团了呀！但我那期连话都没说，我听了他的美好。但我昨天在路上看到
Plus 有人举牌的 CPTC 加油。CBDC 有好几个，我录到了。刚才路上遇到2个。对，他们举着牌子的。我跟你讲，你以后跑得越来越快，你就遇到了 CBDC 越来越多。你以前没遇到是因为你还不够快。我刚才遇到那个单行会配。对对，单行会配置。有几个很快。他们都是大半跑的，而且。路上还跟他抢一下，我说 Let's go， 我也可以，然后那个 Let's go。哎，昨天要是可能如果我昨天我in，我就跟你一块跑，说不定能把你给 hold 住一点。我会把你 hold 住的。啊，你会把我拉爆对吧？就像你拉爆椰子一样。不会啊，我会把你的车啊，我觉得不行，等我一下，等我一下。小月他是什么时候 all in 啊？还有2周。2周之后。这个也，当然我2周之后我也可以说我的 Go Race 是纽约，反正只要 Go Race 够多，你永远可以跑狼庄。不，还有瓦伦西亚呢。2周之后拉爆椰子。当然，我回去之后会跟椰子哥一样。哎，这是什么 Garden？Tea Garden。我甚至感觉椰子现在比你要稍微的那个保守一点。你看他跑那个 MP， 我感觉他已经很保守了。对，我觉得他是非常 smart， 他那个。马上就要去看鸳鸯。哦，嗨，大家看到了这个传统的小孩节目，就是他喜欢看一些鸟啊什么之类的。在伦敦的时候，他就想看天鹅，在这儿就看个鸳鸯。鸳鸯哪儿见不着？这个乡下孩子就是见不得世面。可能，其实那边那个挺好看的。他这是不是写了是个什么鸳鸯的？你看这个。你不要干什么？但是看不懂那个。Next 什么？后面这个字我不记得了。我的视频就是专门展现他可爱的一面，给他吸粉的。你看。哦，但我想说，我那个柏林总结的那几条其实还可以啊。对你确实可以，就是对他的意思就是让大家去看，你知道吧？千万不要错过，就不像我经常就是只负责点赞和评论，但实际上它的内容我一个字儿不看。我觉得我总结的那10几条还可以。还用了我很多视频里头的照片。有。柏林赛道那个茶，我怎么感觉它没什么味道啊？左边还是右边？这边。你想从什么位置出公园啊？就是柏莱登堡门。现在我们会从公园的东南面出去，这样走。东南角。可以，东南角那就。随便走走就东南角。那就东南角吧。东南角你就不用回那个布兰登堡门了。对，你就直接回酒店了。但而且还有很多人他不知道是塑料杯。对。然后那个茶我不敢说，因为特别硬。是啊，茶那个我是不敢说，因为茶确实我没喝过。热的、甜的。哎，从这儿吧，左边。对。那个我确实没喝过，所以我不敢评价。昨天你们没有感受，就赛前的在这种土路上大家一块热身的那种感觉。那是不，那是我最爱的关于马拉松的部分。东非土路。一个是柏林，它是在这种就是赛前在这种路上，大家一块儿就是绕圈这种热身。还有一个是芝加哥的特点是在 Crow 里面，就是 Crow 它是一个正方形，对吧？正方形，然后先来的不热身的人，他就站在最外头转一圈，然后里面的圈就大家就在里头绕。伦敦是在草地上把鞋弄湿，然后不热身。不，伦敦是那样的，伦敦就是可以看到elite在那热身，你记得吗？我记得我们拍照就对，我去，他还给我打招呼。不是，但是如果柏林下雨，你这个照样不一样。那天是 Kawauchi 的第6颗星，跟你一样。跟我一样。对。但你好像拿到6星一点感觉都没有。那天很不高兴。他穿了一个跟他现在这双鞋一个颜色的鞋。那天不高兴。昨天我觉得我后来有一点就是缺水，也是就是因为我只喝了3次水。我那天是一口水没喝。朋友们，当他喝3次水的时候，说明他已经尽全力了，你知道吗？他平常都是不喝水的。太难拿了。昨天跑得好口渴呀。上马完全不喝水，
伦敦那天不喝水是因为要上厕所，想上厕所。哦，by the way，昨天我不是拿了个400毫升的水吗？喝完了。我到勃兰登堡门的时候，我发现还有一半，然后我就一股脑全给灌了。哦，我以为你扔掉了呢。不是我自己的水包，我怎么可能扔掉？那是我还要继续待到芝加哥的。那你跑芝加哥吗？我不跑了，我那个时候在国内。他纽约要跑25。没有，我芝加哥那天朋友们是回纽约。话已经放出去了啊，他要跑25，大家就准备我们牛马第2天的 recap run， 就听他245的故事。但牛马和我们从来没有 recap 过，我们是好像是后面才 recap 吧。因为牛马是怎么回事呢？是因为回家了，一般来说周一大家就上班，然后不会像我们出来 international 这种比赛，第2天我们可能还在休息。我们牛马复盘过，没有复盘过，没有复盘过牛马。对，从来没有复盘过。对，因为牛马我一般跑得非常糟糕，我觉得包括像去年那个，我一直跟他们说，请不要再提那场比赛了。我跟他走完那个画面，竟然被世界大满贯弄成了封面。对，弄成了封面。我真的是太可耻了，太羞耻了。目前你们的 brother， 这是一个。但我还是相信瓜哥今年的牛马能够一雪前耻。OK。New York City。New York City。这整个人好像都是一起哈。哦，他们 from Italy。你说你喜欢 AC 米兰？你说你喜欢 AC 米兰？对，纽约得等那个你跑个240的时候来一个 recap。我18年纽约跑到248的时候，我以为那只是一个小小的开始，但没有想到至今仍是巅峰。我各种大满贯，我觉得跑得最好的一次。18年吗？对，我虽然说芝加哥跑过246，但是芝加哥那个赛道跟牛马真是不可同日而语。哇，18年我也跑了，我当时18年是先来到这儿跑了318，然后你牛马 PB 也317，312，没不对，317，你那年是317，然后你第2年19年就一下子突破了。哦，300米内是哪场的？2022年的波士顿马拉松。哦，对，317。结果我们又回到了勃兰登堡门，说是要从东南角出去。没事，一样的。哦，我以为我们今天要跑6迈，实际上还是有6迈。你们再跑回去是吧？我的话就坐地铁了。等下再跑回去。对，你们俩可以一块儿。你们离哪个车站近？你们哪个车站近？Williamsburg， 那个动物园。哦，那我知道你们那水是逛街的。昨天也跑过了。有衣服。这边就有个游艺馆。动物园好逛吗？我想去动物园。它是熊猫画的很大，我不知道有没有熊猫。因为我今天我要晚上才走，我白天还可以逛一逛。是什么中式庭院？那个是中式庭院。光哥就在那里。光哥已经走了。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这个，我觉得已经是可以当做训练了。毕竟我明天要是赶着回去的话，我就去改签一下机票，然后回去带耐克了。哦，好的。我靠！那你录一段，我跟包里跑到那边，然后我们就走了。这你们就走吧。哦，对，你们走吧。包里家有联系方式。那我们现在回头去北京见找您。那我现在走，那我们现在走吧。
谢谢大家观看，来，你也说两句。啊？说两句，谢谢大家观看。哦，谢谢大家观看。期待我们期待山鹰小月2周后的芝加哥。期待他5周之后牛马245的表现。好的。我第2天一定会给你拍一个 recap run。好的，如果有那么一天，我会非常高兴的。对，加油！好，加油！大家一起加油！feature 上我们今天的所有人。大家今天跑步了吗？后里也露个脸。